选举快到了，你正在为了要不要大老远返乡投票苦恼吗？美国 NASA 的太空人，即便呢不在地球上，也可以远距投票，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不在籍投票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选举是民主制度运作的重要机制，宪法也保障国民有投票权。不过，因为我们的选罢法规定，投票权人必须要在户籍地才能够投票，所以很多离乡背景没有迁户籍的人，每次投票都要花很多的时间跟力气。有的人因为工作的关系，甚至就没有办法投票了。而这样的问题其实不止台湾会遇到，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离乡背景越来越正常，所以包含了英、美、日、法等等的国家都有不在籍投票的方案。比如邮寄啊、电脑投票，或是在住家附近的投票所投票等等，让大家可以更方便的参与投票。那以台湾来说呢，其实过去蓝绿两党都曾经表示支持不在籍投票，也都曾经在立法院提案，但因为种种的原因，目前相关法案都还没有正式通过。所以今天的影片呢，我们就会来聊聊什么是不在籍投票，有哪些可能的做法，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台湾也该推动相关法案吗？怎么推可能比较好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如果你对议题讨论、分享知识很有兴趣，也正在寻找协作相关的工作，那就千万不要错过志祺七七的新职缺哦。我们希望能够邀请更多影片内容企划的加入，帮助我们制作更丰富的主题内容。在这里，你可以发挥搜集资料、整理观点的能力，把文字化为影响力，带领观众一起思考议题，让多元的讨论持续发生。不管你找的是全职工作，还是在家兼职接案，志祺七七都能够提供合作的机会。透过自由弹性的工作形态，我们希望能够让你全心的投入创作，也能够获得稳定的收入。如果你不确定自己适不适合写脚本，那我们也有提供稿费的适合作机制，让你实际体验企划的生活，跟总编交流你对于合作方式的期待。现在就给自己用写作实践理想机会，跟我们一起追时事、聊议题、发想新节目。现在就上我们的官网应征吧。一般来说，民主国家选举的最基本规定就是让民众在住家附近，也就是户籍地的投票所投票。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因为读书、就业等等的原因，人口逐渐往都市集中，不在户籍地的人口也逐渐增加。以台湾来说，每次选举期间呢，大量的民众为了返乡投票，常常会让高铁啊、台铁等大众交通工具一票难求，就算抢到票，往往也要人挤人，很不舒服。如果是住在国外的华侨或是户籍地在离岛居民，更是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啊，还有金钱才能够行使投票这个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有些人则是因为他的工作关系离不开岗位，比如像是军、警、消防人员等等，或是刚刚说到那些来不及抢到票的人，甚至有可能连投票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不少人呼吁政府应该要修法调整投票的方式，让民众可以更方便的行使投票权，也就是所谓的不在籍投票。而且有些人呢还强调，除了解决问题之外，不在籍投票也可能带来其他的好处。台湾有非常多的投开票所，因为当地居民比较少，常常呢只有一个人去投票，那开票的时候呢，几乎就等于他要被迫亮票，违反了不记名的原则。那如果有不在籍投票，这个问题也有机会一起解决。那说到这里具体来说，这个不在籍投票到底要怎么做呢？其实不在籍投票只是一个统称，具体的投票方式会因为各国的制度而有不同，而且一个国家也可能同时采用好几种制度。其中最常见的就是通讯投票，也就是俗称的邮寄投票。如果投票人确定自己不能够在选举日当天到投票所投票，他就可以申请提前领票，再用邮寄的方式寄给选务机关。实施通讯投票的国家包含了英国、美国、德国、西班牙等等，算是相当普遍的方式之一。而这几年来，有些国家开始试办网络投票，让民众在家上网或是透过手机简讯就可以完成投票。之前我们介绍过的爱沙尼亚就是全面采用网络投票的案例。不过现在也还有很多的国家依旧采用实体投票的方式，比如调整投票的时间，让民众可以提前投票。有的国家呢可以让人提前几天，有的甚至可以提前好几周去投票。加拿大、日本、纽西兰等等都有提前投票的制度。而另外还有一些国家接受代理投票，只要提前申请就可以让亲友代理自己到投票所投下神圣的一票。像是比利时啊、法国、荷兰、瑞士都可以由代理人来投票。而最后呢，移转投票也是非常热门的方式，在维持本人实体当天投票的前提之下，开放公民可以去到实际居住地的附近的投票所投票。根据统计光是欧盟呢就有17个国家实施这种移转投票。
总体来说，根据统计，现在全球已经有超过120个国家采行各种形式的不在籍投票。它除了可以方便民众投票以外，也有机会减少交通碳排或者是纸张的使用。那既然不在籍投票这么的夯，为什么台湾现在还没有跟上世界潮流呢？其实最早在1994年，台湾就有立委提案要不在籍投票，而且之后几乎每一届的国会也都有立委提出相关修法的讨论。那当然，国会最大的蓝绿两党都有人提案，包含了时任的行政院长江宜樺、苏贞昌、游锡堃等人也都曾经表态支持。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通过呢？政大国法所助理教授尤金星认为政治考量可能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首先，蓝绿两党对于制度的期待可能不太一样。以民进党来说，他们对于通讯投票或是各种能够让境外国人投票的方式，通常会采取比较保留的态度。他们主要会担心大量台商可能会被中国因素影响，没有办法自由的选择候选人。毕竟我们很难确保那些从中国寄回台湾的选票，或是使用中国网络填写的投票资讯，不会被当局监控甚至是篡改。而至于国民党部分学者推测，因为蓝营在年轻族群的支持度偏低，所以采用这个移转投票，让外出就学或就业的年轻人投票率提高，可能会影响选情。而另外，中正大学政治系教授庄文忠也指出，不在籍投票实施之后呢，对于原本善于经营选区的候选人来说，也可能会有蛮大的挑战。以前呢，他可能只要努力的顾好选区，赢面就很高，但不在籍投票让变赢更多。所以庄教授认为，对于已经选上立委的现任者来说，他们就不一定有动力去推动法案。那当然，上面讲的都比较是政治的因素，实际上呢，也有一些人从比较不这么政治的角度提出他们的疑虑。除了朝野立委的论战，也有民众曾经起联署，希望暂缓相关的立法。首先，他们觉得不在籍投票会有公平性的问题，白话来说就是可能会作弊。除了刚刚讲到的中国因素，或者是其他很直觉就能想到的，例如说邮寄投票可能造成的作票问题之外，如果是用网络或者是简讯投票、计票，一切都靠软体，没有办法让人实体监票，这中间可能同样也会出现黑箱作业，带来更多不确定因子。而接着也有人担心很多不在籍投票的方法都可能违反宪法的不记名或秘密投票原则。比如说通讯、电脑，或是找家人帮忙投票，过程当中势必要查核选民是否具公民身份，但这样很可能就会让其他人知道当事人投给谁。而另外还有很多人觉得实际执行的状况或是困难也必须要纳入考量。以台湾来说，投开票所呢都是临时的编制，如果要提前投票或是通讯投票呢，可能会大大的拉长作业时间，让成本大增。2020美国大选就是因为采用了这些方式，导致开票过程冗长，出现了很多的争议，有支持者甚至攻入了国会大厦。那如果是采用移转投票，要是遇到地方选举，一间投开票所呢，可能会需要准备全台湾20几个县市、几十几百个地方里长、议员选区的票单，而开票统计的过程也会非常的复杂，超级冗长。而这样的过程呢，同样也容易引起作票的争议。除了强调不在籍投票的缺点之外呢，反对者还认为，之所以会有不在籍投票的需求，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台湾没有落实户籍制度。他们觉得每个人本来就应该要把户籍挂在他实际居住的地方，只要这个有落实，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那顺着这个论点有人认为，虽然现阶段的投票制度对于很多离乡背景人来说成本真的很高，但要让一个几乎没有住在户籍地，甚至完全没有要回来台湾的幽灵人口远距决定我们的未来，好像也怪怪的。换一个角度来看呢，投票需要成本这件事情，或许也能够促使大家对于手上这张选票更加的谨慎，更加意识到民主本来就是需要成本，从来都不是唾手可得的权利。好的，那说到这里在这样的争议之下，台湾的不在籍投票真的都不该推了吗？为了找出正反两边都可以接受的做法，有学者试着分析各种不在籍投票的优缺点，并考量台湾选举的性质，用删去法试着找出最可行的方案。首先，有关投票方式的选择呢，因为通讯代理跟网络投票都有可能违反宪法保障的无记名原则，所以呢，一般还是希望要以本人实体投票为主。那考量到不在籍投票的核心目的是要减少选民投入的时间跟金钱成本，所以让人可以就近投票的移转投票就成为了最合适的选择。但就像刚刚说的，移转投票的领票跟开票一定会超级混乱，所以为了避免作业困难呢，学者建议可以先从公投案这种每个人选票都一样的全国性选举来试办。虽然选务工作还是会比现在更为复杂，但为了促进民主参与，这或许已经是所有方案当中风险相对低，而且比较有可行性的选择。那话说回来，其实2023年的10月，上面这些建议的草案已经被送进立法院了。中选会还说，如果示范成功，未来可以再考虑修法扩大适用范围。不过，因为这届立法院的会期已经接近尾声所以草案想要扣关成功，可能还要再多等等了。
看到不在籍投票的相关讨论时，我们其实并不是很认同把各国都流行的不在籍投票趋势拿来跟台湾相比，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它各自的问题，有的可能是投票的太低。那以台湾来说，随时对我们虎视眈眈的中国就是讨论政治议题时很难完全忽视的部分。而在准备这次资料的时候，我们感觉这个讨论有点像是之前公投榜大选，核心争议呢都是要把参与投票的门槛尽可能的降到最低，还是尽可能的确保选举的公平性。一边希望让所有人都可以投票，但另外一边很担心不公平的问题。但我们觉得，其实不在籍投票未必都只会带来不公平的风险。某种程度来说，它也可能松动某些地方选举的绑桩现象，改变地方政治长期的生态。而且让民众可以投票呢，毕竟还是实践民主的核心精神之一。所以大方向来说，我们认同推动不在籍投票的重要性。而目前的草案方向，我们也觉得确实是综合考量之下相对折中的方向，就看它什么时候能够顺利的通过正式上路吧。好的，那最后想问大家，你支持不在籍投票吗？支持哦，我真的很讨厌每次都要抢票挤车子，希望早日实施。并不支持哦，我觉得目前还有太多的风险，不该贸然推动。自己无所谓哦，反正我本来就对投票没有兴趣，全都投不下去。第几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关注不在籍投票的议题。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北韩的超狂选举以及美国总统大选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